在中国流传着一本被历代帝王列为头号禁书的天书，它据说能预知未来1000多年的王朝兴衰，每一次改朝换代，每一场惊天巨变都被它一一言中。如今这本书的指针已经悄悄滑到了倒数的最后几页，而就在这几页里藏着一个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惊人预言。他说，在一场改天换地的大变局之后，那个庞大的红色政权将会落幕，而真正走上历史舞台，重新执掌整片神州大地的，将是一位来自西方的真命天子。他到底是谁？他从哪里来？这本书又为什么敢把话说得这么满？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中华第一奇书《推背图》，去揭开那张藏了1400年的神秘面孔。故事要从1400多年前的大唐长安说起。当时的皇宫里有2位响当当的奇人，一位叫李淳风，一位叫袁天罡。这2个人可不是普通的算命先生，他们是大唐官方的顶级天文学家与术数大师。李淳风精通天文历法、数学，是浑天仪的改良者，连日食月食都能算得分毫不差。袁天罡则以相术闻名天下，据说他看一个人的面相，就能断定此人一生的荣枯祸福。有一天，这2位高人兴致一来，决定一起推演大唐往后的国运。谁知道一推之下竟然停不下来，他们顺着天机，一个朝代接着一个朝代往下算，越算越远，越算越心惊。眼看着天机泄露的太多，袁天罡终于伸出手，轻轻推了一下正算得入迷的李淳风的后背，说了一句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意思是天机到此为止，咱们还是推着背回去歇息吧。这轻轻一推，不仅让2人没有把天机彻底泄尽，也给这本旷世奇书留下了一个流传千古的名字——推背图。也许你会好奇，这2位高人凭什么能算得这么准？我们先说李淳风，他可不只是个会看星星的官员，他主持修订的灵德历是当时全世界最精密的历法之一。他甚至写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气象学专著，把风力整整划分成8个等级，比西方足足早了1000年。据说有一回，他向唐太宗禀报，说某时某刻将会发生日食，可到了那一天，太阳却迟迟没有亏缺，太宗便嘲笑他算错了，要治他的罪。李淳风不慌不忙在墙上划了一道线，淡淡的说，等到日光照到这条线，日食就会发生。果然，话音刚落，太阳就准时开始亏时，分秒不差。再说袁天罡，他乡人的本事更是神乎其技。传说武则天还在襁褓之中，被乳母抱出来给他看相，他端详了半天，竟脱口而出，此子若是女儿身，将来必为天下之主。后来的历史果然丝毫不差。你看，能让这样2位通天彻地的人物联手推演这本推背图的来历，从一开始就透着一股令人不敢小觑的分量。推背图整本书一共有60项，所谓的项，你可以理解成一个个独立的预言单元，每一项都由4个部分组成。最上面是一幅图，图里画着人物、动物或者器物，每一个细节都是隐喻。图的旁边配着一个卦，取自易经的64卦，用来定调这一项的整体吉凶与气运。接下来是谶语，通常是4句很短的话，像谜语一样晦涩难懂。最后是宋词，用诗的形式把这一项要说的事再唱诵一遍。到了明朝末年，又有一位赫赫有名的大才子金圣叹，为这本书逐项写下了批注，把他自己的解读也留在了字里行间。正因为这本书太准，准到让历代统治者都心惊胆战，所以从宋朝开始，它就被官府列为严禁流传的禁书。毕竟没有哪个皇帝愿意让老百姓提前知道自己的王朝会在哪一年走到尽头，可越是严禁，它就越是顽强地在民间流传了下来，一路流传到了今天。关于这本禁书，还流传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据说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对推背图在民间的疯狂流传，简直头疼到了极点。他想禁，却发现越禁传得越凶，几乎家家户户都偷偷藏着一本。于是这位开国皇帝想出了一条釜底抽薪的绝妙计策，他下令把推背图里图像的顺序全部打乱，
再掺杂进大量真假难辨的版本，然后一股脑地放回民间。如此一来，市面上流传的版本五花八门，彼此矛盾，谁也分不清究竟哪一项对应哪一年，这本书的预言效力自然也就被大大削弱了。这也正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看到好几种顺序完全不同的推背图版本，而在所有版本当中，公认最权威、流传也最广的，正是经过明朝末年那位大才子金圣叹亲手批注校订的这一个版本。说起金圣叹，他本身就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才华横溢，恃才傲物，最后竟因为一桩牵连众多读书人的案子被朝廷下令斩首。传说他临行之前还不忘幽默一把，留下了不少令人拍案叫绝的绝笔。也正是这样一位旷世奇才为推背图逐项写下的批语，才显得格外有分量。我们今天要解读的第53项采用的正是金圣叹的这个版本。那么这本书到底有多准呢？我们先来看几个已经应验的例子，你就明白为什么后人对他如此敬畏了。推背图的第3项画着一位手持利剑的妇人，配的谶语里藏着日月当空这几个字，后人恍然大悟，这不正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武则天吗？武则天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那个赵字拆开来看，正是日月当空，意思是要像日月一样高悬天际，普照天下。一本成书于唐朝初年的书，竟然提前几十年就精准预言了一位女皇的横空出世。再看另外一项，讲的是渔阳方向突然战鼓震天，一位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香消玉殒。熟悉历史的人立刻就能对上号，这说的正是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出逃，最终在马嵬坡含泪赐死杨贵妃的那一幕千古悲剧。我们再把历史的镜头往后推移几百年，推背图里还有一项谶语，写着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画面晦涩难解，让人摸不着头脑。可到了清朝中叶，这几句话竟然又一次活生生的应验了。当时洪秀全领导的那场声势浩大的起义席卷了半个中国，他们建立起来的政权国号就叫做太平天国，这恰好对上了太平时这3个字。起义的将士们个个蓄起长发，不再遵从清廷剃发留辫的规矩，被当时的人称作长毛，这又精准地对上了头有发。而衣怕白这一句则被解读成他们崇尚某种特定的服色与信仰。最让人拍案叫绝的是最后那句王杀王。后来太平天国内部果然爆发了惨烈无比的天津事变，东王、北王等几位曾经并肩作战的核心首领竟然自相残杀，杀得血流成河，整个政权也从此由盛转衰，一路走向覆灭。短短12个字，竟把一场横跨10几年的历史大戏，从轰轰烈烈的兴起到凄凄惨惨的败亡，全都丝丝入扣地浓缩了进去。难怪后人会说，推背图简直就是一部提前写好的中国历史剧本。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惊人，那我们再来看一个更让人脊背发凉的例子。在推背图靠后的位置有一项画着一群展翅高飞的鸟儿，可诡异的是，那群鸟偏偏都没有脚。配的谶语里写着鸟无足，山有月，畜出生，人都哭。这样晦涩难懂的句子，1000多年来几乎没有人能读懂这究竟是在说什么。直到上个世纪，那场惨烈的侵华战争爆发，后人才猛然惊醒，恍然大悟。你把鸟无足再配上山有月这几个字的部件一拼合，组成的竟然是一个岛字，一个来自岛屿的国家，旭日初升。这不正是那面太阳旗那个发动侵略的岛国吗？而人都哭这3个字更是道尽了那段血泪交织的苦难岁月，无数百姓家破人亡，哭声遍野。一本成书于唐朝初年的古书，竟然提前1000多年就用如此精准又如此隐晦的方式预言了一场跨越1000年的浩劫。正是这一个又一个应验到令人毛骨悚然的例子，才让后人在面对他尚未揭晓的那后半部分时，再也不敢轻易地嗤之以鼻。类似的精准在推背图里比比皆是。讲到五代十国那段天下大乱的岁月，书里有一项画着一位天子端然高坐，
面前有5个人恭恭敬敬地前来朝拜。后人解读，这5个人正是吴越、南平、后蜀、南汉、南唐这5个割据政权的君主。他们先后放下武器，归顺了那位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天下这才从4分5裂重新走向一统。再往后翻，蒙古铁骑踏破中原建立的元朝，朱元璋揭竿而起驱逐鞑虏的明朝，满清入关问鼎天下的改朝换代，乃至最后清王朝的轰然倒塌，延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彻底终结，民国在一片风雨飘摇中登场。这一连串翻天覆地的大事件，竟然全都能在推背图后续的图像里找到令人毛骨悚然的对应伏笔。正因为前面这几十项项都应验得如此惊人，后人在翻看它尚未发生的那后半部分时，才会带着一种既敬畏又忐忑的复杂心情。而我们今天要聊的第53项，恰恰就处在这本天书最关键的尾声部分。要真正读懂它，我们必须先弄清楚在它前面的那几项到底铺垫了一个怎样的时代背景。从第44项开始，推背图的笔锋陡然一转，从回顾历史彻底转向了描绘一个风云激荡的未来大时代。第44项的宋词里有这样一句话：而今中国有圣人，虽非豪杰也周成，司仪崇义称天子，否极泰来九国春。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在预言一位力挽狂澜的圣人即将降临人间。这位圣人虽然未必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叱咤风云的豪杰，却能像周公一样完成一番安定天下的伟业，让四方的民族都心悦诚服地前来归附，从此苦尽甘来，否极泰来，天下回春。这一项仿佛是为整个结局拉开了序幕，告诉后人最黑暗的时刻过后，光明终将到来。关于这位降临人间的圣人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历代的解读者曾经有过无数的猜测与描绘，而值得我们细细玩味的是，几乎所有的描述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这位圣人并不是传统印象里那种金戈铁马、东征西讨的开国君王。第44项的宋词里那句虽非豪杰也周成，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未必拥有盖世的武功，未必是叱咤沙场的盖世英雄，可他却能像当年辅佐成王的那位周公一样，凭借着高尚的德行与过人的智慧，去完成一番安定天下、教化万民人心的不朽伟业。在许多民间流传的寓言版本里，他被人们尊称为紫薇圣人。据说他出身极为平凡，一生历尽了千难万险，却偏偏会在天下最危难的那个时刻挺身而出，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方式，把那些陷入迷途的人们重新一个一个地引回正道。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要把这位带来精神指引的圣人和那位负责治理天下、安定江山的关中天子仔仔细细、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他们一个照管着人心，一个执掌着社稷，缺了任何一个，这场横跨千年的救劫大戏恐怕都唱不圆满。然而光明的到来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圣人真正出现之前，推背图描绘了一段相当惨烈的过渡时期，紧接着的几项被普遍解读成一个庞大政权气数将尽、行将崩塌的种种征兆。书里反复出现一人难逃万人不死这样令人不安的句子，暗示着一场席卷一切的大清算正在悄悄逼近。而到了第50项，画面更是触目惊心。他的谶语里写着水火相战，受贵人见，宋词里更有豺狼结队街中走，百米盈仓不值钱这样的描述。很多解读者把这一项对应成一段天灾人祸交织缠绕的大劫之年。所谓受贵人见，是说野兽成群结队在街上横行，而人命却变得低贱如同草芥。所谓百米盈仓不值钱，是说即便粮仓里堆满了白米，却因为大瘟疫横行，社会崩解，竟然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这幅末世般的景象让人读来不寒而栗。就在这片至暗时刻的最深处，推背图的画面又一次出现了转机。第51项的谶语里写着阴阳和，化以正，坤顺而感，后见尧舜。这一句被许多人看作是天地秩序重新归于平衡、正气回归的征兆，而其中后见尧舜这4个字尤其关键。尧与舜
是中华文明传说中最理想的2位上古圣王，象征着一个道德高尚、政治清明的黄金时代。换句话说，这一项在预告大乱之后必有大治，一个堪比尧舜盛世的全新时代即将开启。紧接着的第52项更是把这个历史转折点点得明明白白，其中有一句乾坤再造再角亢，乾坤再造意思就是天地被重新缔造，旧的秩序彻底崩塌，全新的天地就此诞生，一个延续了数十年的旧世界即将谢幕，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在地平线上缓缓升起。而就在这个新旧交替的历史关口，我们今天的主角第53项里的那位真命天子终于要登场了。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是，推背图描绘的这条时间线竟然和另一位中国历史上顶级预言大师的推算严丝合缝地对上了。这位大师就是辅佐朱元璋打下大明江山的开国军师刘伯温。民间流传着一块据说出自他手笔的陕西太白山旧节碑文，被认为准确预言了2003年的非典疫情以及2019年底爆发，后来席卷全球的那场大瘟疫。碑文里有一句谨防人人艰难过，光过天翻龙蛇年。许多解读者指出，这里的龙年与蛇年指的正是2024年和2025年，意思是说这2年是人类最艰难的一道生死关口，凶险异常。碑文接着又说，若得过了大劫年，才算世间不老仙。言下之意，只要咬牙熬过了这段最黑暗的大劫年，后面迎来的就是劫后重生的全新天地。相传同样出自刘伯温的推碑图里，也有一句相呼应的话，难过寅卯辰4年，若要闯过这几年，就是活神仙。同样把这道生死大关锁定在了这几个年份上。说到这块旧节碑文，它里面还有几句话，这些年被无数人反复提起，传得沸沸扬扬。碑文里写着7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许多解读者把这句话拆解成了一个字谜，7个人再加上一个口字，被认为是在隐晦地暗示一场由人传人从口鼻入侵的大瘟疫。碑文里还有更触目惊心的句子，比如贫者1万留1000，富者1万留23，贫富若不回心转，看看死期到眼前。这些话听起来确实骇人听闻，字里行间描绘的仿佛是一场席卷人间的巨大劫难。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冷静地去看待这些文字。这类碑文歌诀自古以来就有大量真假难辨的后人脱明之作，其中很多句子往往都是在事情发生之后才被人们对号入座附会上去的。它到底是真有先见之明，还是后人的穿凿附会，我们大可不必急着下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古老的预言无论真假，都在反复诉说着同一个主题，那就是大乱之后必有大治，黑暗的尽头终将迎来黎明的曙光。这还不算完，当我们把目光投向2026年这个时间点时，会发现一连串令人头皮发麻的巧合正在不同的预言系统里同时上演。唐朝那位神秘的黄檗禅师留下过一首预言诗，其中有一句刚到金蛇运已终，这里的金蛇指的正是2025年的乙巳蛇年。蛇年一终结，下一年也就是2026年，按照中国古代的干支纪年，恰好是丙午赤马之年，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一个容易出现重大变革的特殊年份。而宋朝那位以推演天下大事著称的邵雍，在他的黄极经世里推算2026年所对应的卦象是天火同人卦。这个卦的意思非常耐人寻味，它象征着在经历一场巨大的动荡与分裂之后，天下人重新凝聚起共识，上下一心，同舟共济，携手走出困境。你看，从推背图到刘伯温，再到黄檗禅师与邵雍，这些相隔数百年的预言家竟然像是事先约好了一样，不约而同地把历史的聚光灯齐刷刷地打在了2026年这同一个时间点上。连当代一些知名的预言人士也都不约而同地表示，2026年之后，世界将开始发生一些非常积极的转变。说到民间的预言，除了这些流传千年的古老天书，在中国的乡野之间，其实还悄悄活跃着另一种神秘的人物，他们被称作赊刀人。所谓赊刀人，
指的是一群走村串巷的卖刀人。他们最诡异的地方在于，卖刀竟然可以不收钱。他们会在留下刀具的时候撂下一句意味深长的预言，比如等到米价涨到某个数字，又或者等到某件大事发生的那一天，他们才会回来收钱。然后他们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往往一去就是好几年，甚至10几年。而最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等他们再度现身回来收钱的时候，当年留下的那句预言往往已经一一应验。这个古老的传说据说可以一直追溯到春秋时期的鬼谷子一脉，千百年来在民间时隐时现。近些年来也不断有各地的人们声称自己曾经亲眼遇到过这样的赊刀人，并且转述出一些关于未来的只言片语。这些故事是真是假，我们无从考证，但它和推背图一样，都寄托着一种同样的东西，那就是普通人在面对那未知命运时，心底那份既好奇又敬畏的复杂心情。更有意思的是，把目光从东方移到西方，许多当代颇负盛名的预言者竟然也都把焦点不约而同地投向了2026年前后这段时间。英国的帕克这些年就多次公开预言，那个庞大的东方红色政权将会走向分裂与瓦解，而这场巨变的时间点恰恰就落在这几年之内。来自印度的少年预言家阿南德也同样反复强调，2026年将是人类文明从动荡走向重建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旧的秩序会崩解，新的格局会在废墟之上重新生长出来。一边是来自古老东方的天书，一边是来自西方的灵视传统，一边又是来自印度的占星推算。这些原本毫无交集、文化背景天差地别的预言，竟然像是隔着千山万水彼此呼应一般，齐刷刷地指向了同一个时间窗口。这究竟是纯粹的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真的有某种我们尚未参透的规律正在悄悄地运转？这个问题恐怕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都静下心来好好的思量一番。铺垫了这么多，现在让我们郑重地翻开推背图的第53象，看看这位即将登场的真命天子究竟长着一张怎样的面孔。这一项对应的卦是丙辰，干下震上大壮卦。它的谶语只有短短4句：关中天子，礼贤下士，顺天修命，半老有子。它的宋词同样是4句：一个孝子自西来，手握乾纲天下安，狱中2件惊其美，前人不及后人才。而明朝那位大才子金圣叹在批注里写得更加直白大胆，他说：此项有一秦姓名孝者，登极关中，控制南北，或以秦为国号，此一志也。短短这几十个字，看似云山雾罩，实际上却像是一张1400年前就绘制完成的人物档案，把这位未来执政者的出身来历、性情品格，甚至连他的姓名线索都密密麻麻地编织进了字里行间。接下来就让我们化身侦探，一句一句把这幅尘封了1000年的素描慢慢地还原出来。我们先从那个定调的卦象说起。大壮卦在易经的64卦里，大壮卦的卦象是上面为震，代表雷，下面为干，代表天，合起来就是雷在天上，响彻寰宇。这个卦象征着一种壮大、兴盛、光明正大、声势浩荡的气象。它代表的不是偷偷摸摸的阴谋篡夺，而是一股堂堂正正、蓄势已久的全新力量，正要轰轰烈烈地登上舞台，大干一场。光是这个卦的基调就已经为这一项定下了一个极其鲜明的色彩。它告诉我们，这位即将出现的天子，他的崛起绝不是靠着阴暗的手段，而是如同春雷炸响，光明磊落，气势磅礴。一个用大壮卦来形容的人物登场，注定是要开创一番大事业，要让整个天下都为之震动的。请记住这股雷霆万钧的气势，因为它将贯穿我们对这位真命天子的全部解读。不过，这个大壮卦其实还藏着一层更深的告诫，而这恰恰正是古人最了不起的大智慧所在。在易经里，大壮卦的卦辞只有简简单单的4个字：大壮立真。这个真字讲的就是手持正道，它的意思是在说，一股强大的力量固然令人欣喜，但唯有走在堂堂正正的大道之上，这份壮大才会真正为天下带来吉祥。
如果空有一身蛮力，胸中却不讲道义，那么再如何强盛的力量，到头来也只会反过来吞噬掉自己。孔子在解读这一卦的时候，更是留下了君子以非礼勿履这样一句千古名言。他谆谆告诫那些身居高位、手握重权的君子，凡是不合乎礼义的事情，哪怕你有着天大的能耐，也绝对不可以去做。你看，这和谶语里反复强调的那句顺天修命，那句礼贤下士，竟然是如此地遥相呼应，彼此印证。原来这幅古老的图谶，从卦象到字句，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在反复地叮咛着我们同一件事：真正的强大，从来都不是力量本身，而是让那份力量永远臣服于一颗向善的人心。接着，我们来解读最核心的第一句“关中天子”这4个字，直接点出了这位天子的籍贯。关中指的是今天陕西省中部那一片广袤的渭河平原，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响亮的别称，叫做800里秦川。可别小看了这片土地，它在整个中华文明史上的分量简直重得无与伦比。我们不妨来数一数，周朝从这里兴起，奠定了华夏礼乐文明的根基；秦始皇从这里出发，横扫6国，第一次统一了中国；汉朝的都城长安建在这里，开创了强盛的两汉气象；盛唐的长安同样坐落于此，缔造了万国来朝的巅峰盛世。你会惊讶地发现，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辉煌的那几个大一统王朝周、秦、汉、唐，他们的龙兴之地全都深深扎根在关中这同一块土地上。所以当推背图断言未来那位重整山河的天子将出自关中，这背后的象征意义就极其深远了。他仿佛在向后人昭示，那位终结乱世，让神州重归太平的人，会从孕育过周秦汉唐的同一片圣土上走出来。这象征着一场中华道统最深沉的回归与重启。在中国古代的堪舆学说里，关中这片土地还有着一层更为神秘的色彩。古人认为这里是整条中华龙脉的关键所在，它北有黄土高原作为天然的屏障，南有巍峨的秦岭横亘阻挡，东有黄河天险环绕，西边则连接着绵延万里的昆仑山脉。在风水家的眼中，这简直就是一块四面有险、藏风聚气的绝佳宝地，是天生孕育帝王的龙兴之所。也正因如此，历朝历代但凡有雄心壮志，想要一统天下的枭雄，几乎都把夺取关中当成争霸天下的第一步棋。得关中者得天下，这句话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被一次又一次的反复印证。所以当推背图把未来那位真命天子的出身牢牢地锁定在关中时，他真正唤起的其实是中国人血脉深处那份对于盛世王朝最古老也最深沉的集体记忆。而接下来这2句的配合，堪称整个第53象里最精妙绝伦的设计。我们把宋词里的一个孝子自西来和谶语里的半老有子放在一起看，古人在这里悄悄埋下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拆字谜语。你来看，把老这个字的上半部分留下来，下面再接上一个子字，这2个部件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组成的正好就是一个孝字。半截老加一个子，这不正是半老有子吗？古人玩弄文字的功力实在是高深莫测，他们没有直接写出这个人的名字，却用这种拆字的巧妙方式，把这位未来君主最核心的品德烙印深深地刻进了预言之中，那就是一个沉甸甸的孝字。这位即将执掌神州的天子将会是一位以大孝闻名于世、德行极其深厚的仁者。而那句一个孝子自西来里的自西来3个字，又进一步精确地标明了他的方位，他来自西方，来自西北，这恰好和前面关中天子所指向的陕西方位上严丝合缝。金圣叹更是大胆地直接点破，他认为这个人很可能姓秦，名字里带着一个孝字，而秦正是关中那片土地最古老、最尊贵的名号。你可能会问，为什么这本天书偏偏要把一个孝字放在如此核心的位置，去形容一位开创盛世的君主呢？这背后其实藏着中华文化最深层的一套政治哲学。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里，
一直有一句话叫做以孝治天下。古人深深相信，一个人如果连生养自己的父母都懂得感恩孝顺，那么他将来治理天下才会懂得体恤百姓，才会心怀仁德。孝被看作是一切德行的根本与源头，是衡量一个人品格的最高标尺。汉朝的皇帝更是直接把孝字写进了自己的谥号里，从汉文帝到汉景帝再到汉武帝，几乎个个都带着一个孝字。所以当推背图用这样一个沉甸甸的孝字来定义这位未来的真命天子时，他真正想要传递的并不只是这个人姓名里的线索而已，而是在告诉我们，这位未来的领袖将会是一位把仁德与孝道深深刻进骨子里的有德之君。在古人的眼中，唯有这样的人才真正配得上去开创一个堪比尧舜的太平盛世，拼出了出身与品德。我们再来看这位天子的性格与作为，这藏在礼贤下士、顺天修命、手握乾纲、天下安这几句里。先说礼贤下士，这4个字描绘的是一位极其谦逊的领袖，他求贤若渴，对于有真才实学、有高尚德行的人，他都愿意放下身为君主的架子，以最大的礼节去对待、去延揽。这让我们立刻就联想到三国时期，刘备为了请诸葛亮出山，不惜三顾茅庐，3次亲自登门拜访的那份诚恳与胸襟。一位肯为人才低头的领袖，往往才能把天下的英雄豪杰都聚拢到自己身边。而顺天修命这4个字分量就更重了，它的核心意思是，这个人的一切作为都顺应着上天的旨意，顺应着万民的心愿，他绝不会倒行逆施，绝不会违背天道人心。这就点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区别，他之所以能登上那个至高无上的位置，靠的不是权谋算计，不是强取豪夺，而是因为他恰好走在了天意与民意所共同指向的那条正道之上。也正因如此，当他真正手握乾纲，把治理天下的大权稳稳握在手中时，最终的结果被预言浓缩成了3个字：天下安。漫长的乱世到此戛然而止，饱受苦难的苍生终于可以长长的舒一口气，重新过上安稳太平的好日子。而谶语里那句半老有子，除了藏着一个巧妙的孝字之外，若是单从字面上去解，其实还透露出了这位天子一段非常具体的人生轨迹。半老指的是人到中年，年近半百。所谓半老有子，意思就是说，这位真命天子会在人生过了大半之后，才终于迎来自己的子嗣。这短短的4个字，一下子就让这位高高在上的天子变得有血有肉，有了几分凡人的温度。他仿佛在告诉我们，这个人并非一帆风顺，少年得志，他的前半生很可能同样经历过一段漫长的蛰伏与等待，直到人到中年，运势才真正开始扭转，就连子嗣都来得比寻常人要晚一些。而一个迟迟降临的子嗣，在古人的眼中，往往也象征着一种传承与延续，象征着他亲手开创的这份基业，后继有人，能够长长久久地一直走下去。你看，古人单单只用了4个字，就把一个人的命格、品德乃至他身后的传承全都悄悄地写了进去，这份功力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讲到这里，这位真命天子的素描已经相当立体清晰了，一位来自关中陕西，以大孝立身、谦逊顺天，最终让天下重归安宁的理想君主。然而恰恰是在这一项的最后，还潜藏着2句最耐人寻味的话，也正是这2句引爆了一场延续至今，让无数人争论不休的巨大谜团。第一句是域中2件惊奇美，它的意思是，在这片广阔的疆域之内，会先后出现2面旌旗，也就是2段引人瞩目的时期。第2句则更为关键，前人不及后人才。请大家特别注意这6个字，他清清楚楚地把人物分成了前后2波，一波叫前人，一波叫后人，并且斩钉截铁地断言，前面那个人的才干与功业远远比不上后面这个人。这就奇怪了，既然这一整项描绘的都是那位带来太平盛世的真命天子，那为什么还要特意拎出一个被他远远比下去的前人来做对照呢？这个神秘的前人究竟又会是谁？正是这短短的2句话，
让这个沉睡了1000多年的古老预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联想。关于狱中2件惊奇美这句话，历来也有好几种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这2面旌旗指的是2面前后更替的旗帜，象征着在这片土地之上将会先后出现2个截然不同的政权，一个黯然落幕，一个轰然登场。也有人认为这说的是2段不同的时期，前一段是那位前人主政的岁月，后一段才是真命天子亲手开创的太平年代。但无论是哪一种解读，他们其实都共同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那就是一场新旧交替的历史更迭正在这片神州大地上悄然地发生着。而紧跟其后那句斩钉截铁的前人不及后人才，就像是预言家在这场巨大的更迭之上轻轻地盖下了一个结论性的印章，明明白白地告诉后人，这场大戏真正的主角永远是那位后来居上的人。最微妙也最敏感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当研究者们把这幅素描拿到今天的现实世界里去按图索骥，寻找那位关中天子的对应人选时，一个巧合很自然地浮现了出来。如今执掌着那个庞大政权的最高领导人，恰恰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关中人。他出生在陕西渭南的富平县，正是800里秦川的核心地带。于是在过去确实曾经有极少数人提出过一种大胆的猜测，会不会这位现任的强人就是预言中所说的那位关中天子呢？然而这个说法很快就被绝大多数的解读者给否定了，而且否定的理由相当充分，也相当有说服力。第一条理由就是前人不及后人才这句话，它明明白白地暗示这个预言真正要颂扬的主角是一位后来者，一位继任者，而绝非当下这位。第二条理由则更为直接，谶语里反复强调的顺天修命，以及那个结论性的天下安，描绘的分明是一派国泰民安、海晏河清的太平盛世。可是放眼这几年的种种光景，瘟疫、动荡、经济的层层阴霾，无论怎么看都和天下安这3个字格格不入，对不上号。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这位现任的关中强人，他的角色更像是预言里那位最终被远远超越的前人，又或者说是一个承上启下，注定要过渡到下一个时代的角色。而推背图真正翘首以盼的那位真命天子，是一位还要在他谢幕之后才会缓缓登上历史舞台的全新人物。这可能就是整个第53项最让人感到震撼也最发人深省的地方了。当你想当然地以为那个答案就是如今被全世界镁光灯追逐着的当权者时，这幅1400年前的古老图谶却仿佛轻轻地摇了摇头，告诉你，不是他。他真正要描绘的那位执掌神州的真命天子，轮廓其实清晰得令人吃惊。现在就让我们把所有搜集到的线索最后一次拼凑到一起。他出自关中陕西，从中华文明最深的龙兴之地自西方而来。他的姓名里很可能带着一个孝字，是一位以大孝立身的德者。他谦逊到愿意礼贤下士，行事处处顺应天意与民心。他会在人到中年的时候才得到自己的子嗣，这就是半老有子。他的才干远远超越他的前任，这就是前人不及后人才。而当他正式登场之后，天下重归安宁，开创出大壮卦所象征的那一番雷霆万钧、光明磊落的全新气象。这幅素描具体到了如此惊人的地步，可奇妙的是，能够完全符合上述全部条件的这个人，直到今天似乎都还没有真正走到聚光灯下。换句话说，推背图花了整整1400年的时间，为一个尚未登场的人提前画好了一张等待对号入座的精细画像。而根据前面那些预言所推算出的时间线，这位神秘人物现身的时刻很可能就落在2026年之后的这短短几年之内。其实把这位关中天子的来历说得更加透彻的，还有另一部在民间流传极广的预言。相传它同样出自刘伯温之手，名字就叫推背图。在后人对推背图和推背图进行综合对照的解读里，浮现出了一条相当完整的脉络。大意是说，那场席卷一切的大劫年彻底过去之后，
神州大地将会迎来一位来自陕西的大孝之人，由他重新接续起那条中断已久的中华道统，让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恢复安宁，让老百姓重新过上太平日子。而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是，在这位人间君主之上，这些预言里还反复提到了另一个层次更高的角色，那就是第44象里所说的那位救劫的圣人。我们一定要把这两者清清楚楚地区分开来。关中天子指的是负责治理国家、安定天下的那位人间执政者，他要解决的是现实世界的秩序问题。而圣人在这些预言的描述里，更像是一位带来精神教化、引领天下人心向善归正的觉者。他要解决的是人心与道德的问题，一个负责让世道安定，一个负责让人心回升。这二位角色一前一后，一文一武，共同携手把历经磨难的人类从深重的劫难里领出来，走向预言中所描绘的那个无比光明、无比美好的全新纪元。而我们今天反复解读的第53象，其实也只不过是这部宏大命运剧本中的其中一幕罢了。如果我们不满足，继续往后翻，会发现后面的画面还要更加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第54象里有这样一句：环中自有真龙出，九曲黄河水不黄。在中国古代的传统观念里，那条终年浑浊的黄河，河水忽然变得清澈，从来都被视为圣王出世、天下即将大治的最高祥瑞之兆。一句黄河水清，预示着一个太平盛世的真正到来。可是再往后翻到第56象，气氛却陡然一变，变得无比紧张肃杀。谶语里写着：飞者飞鸟，潜者飞鱼，战不在兵，造化游戏。宋词里更有海疆万里尽云烟这样的句子。许多解读者认为，这描绘的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现代大战。所谓飞者飞鸟，指的是天上飞的战机与飞弹；所谓潜者飞鱼，指的是水下前行的潜艇与军舰。而那一句海疆万里尽云烟，更是让不少人联想到这场海上的滔天烽火，或许就和台海方向可能出现的巨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紧接着的第57象，笔锋又是一转：坎离相克见天倪，不信其才产吴越，重阳从此集兵师。这一项竟然预言了一位出自江浙吴越之地的旷世奇才，他将发明出一种以水克火，能让世上一切武器，包括最可怕的核武，全部瞬间失效的神奇手段，从而彻底化解了那场战争的杀机，让重阳之上的连天战火就此偃旗息鼓，归于平静。聊到这里，也许你的心里会悄悄冒出一个疑问：推背图整整一本书，为什么偏偏只推演到第60项就戛然而止了呢？这背后其实也藏着古人一番深沉的用意。在他的最后一项，也就是第60项里，画着2个人推着背缓缓远去的苍茫背影。那首宋词写着：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你看，故事的结尾竟然又巧妙地回到了当年李淳风与袁天罡推背归休的那一幕，首尾相连，浑然天成，妙不可言。古人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天道循环，世间的兴衰治乱本就像那一年四季，春去秋来，循环往复，永无止境，一治一乱，一盛一衰。这原本就是亘古不变的天理，再强盛的王朝也终有落幕谢场的那一天，再黑暗漫长的乱世也终究会迎来破晓的那一刻。所以推背图推演到第60项就停了下来，并不是因为天机算尽了，而是在语重心长地告诉后人，与其苦苦执着于去窥探那永无止境的未来，倒不如放下心中的执念，踏踏实实、安安心心地过好当下的每一天。当然，聊了这么多令人血脉奔张的解读，我们也必须冷静下来，听一听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历来就有不少严谨的学者对推背图的所谓神准抱持着相当大的怀疑态度。他们指出，这本书流传了1000多年，版本繁多，文字又极其晦涩，几乎每一句都可以做出好几种完全不同的解释。所谓的应验，很多时候其实是后人在事情发生之后才回过头去把那些原本模糊的字句硬生生地往已知的历史上去套。这在心理学上
叫做事后诸葛，民间也戏称为马后炮。更何况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大量被人篡改、增补的版本，谁也不敢保证其中没有后人故意把已经发生的事伪装成预言写了进去。这些质疑其实都非常有道理，我们不该全盘照收，把每一句话都当成铁口直断的天机。所以对于推背图这样一本奇书，最理性的态度或许是既不盲目的迷信，也不轻率的否定，而是把它当成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去欣赏古人那份非凡的智慧，去细细品味他背后真正想说的那句话。其实仔细想一想，推背图这本奇书之所以能够历经1400多年的漫长岁月，被历代君王严令查禁，却依然顽强地流传至今，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耐人寻味的现象。你会发现，每当一个时代陷入巨大的动荡与不安，每当人们对脚下的路感到迷茫与恐惧的时候，这一类古老的预言就会像潮水一样重新涌上人们的心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那些充满未知与变数的岁月里，人们的内心实在太需要一个确定的答案，太需要一束能够穿透迷雾的光来告诉自己，眼前的这场苦难终究会有个尽头，黑暗的隧道前方终究有出口。预言恰恰就提供了这样一种精神上的慰藉与寄托，它让饱受煎熬的人们愿意去相信，眼下的这一切混乱与痛苦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早已被写进了一个更宏大的剧本之中，是通往光明结局的一段必经之路。从这个角度去看，推背图第53象里那位带来太平的真命天子，与其说是一个具体的人，倒不如说是千百年来无数在乱世中苦苦挣扎的中国人心底深处共同的一个梦，一份对于太平盛世、对于明君圣主永远不曾熄灭的集体渴望。也许这份深沉的渴望本身，才是支撑着这本天书穿越千年风雨一路流传下来的真正力量。你看，从大劫到巨变，再到关中天子的安定天下，到吴越奇才的神奇止战，最后到救劫圣人的教化人心，整部推背图的结尾竟然奇妙地串联成了一条完整而又震撼人心的命运长河。聊到这里，相信你此刻的心情或许也和我一样，既觉得不可思议，又隐隐有些怅然若失。我们不得不停下来问自己一个最根本的问题：1400年前的那二位奇人真的有办法看穿1000多年后的今天吗？这一切究竟是上天早就写好的剧本，还是我们这些后人在那些晦涩的字句里自以为是的穿凿附会呢？这个问题恐怕没有任何人能够给出一个100%确定的答案，信则有，不信则无。每个人的心里自然都有一杆属于自己的秤，而预言这种东西从来都不是用来让我们躺着空等的，它真正的价值是用来让我们思考的。它最大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那个结果是否会100%的应验。今天我们来聊聊为什么许多西方先知的预言一次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中国。从几百年前到当下，一些著名的先知们都曾暗示中国将发生的大事件会震撼世界，甚至中国本身将成为全球预言的中心。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当我们深入探讨这些预言的细节，不禁要问，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某种力量，让不同时代、不同背景的预言家都再次点名中国？还是说，这一切只是巧合？让我们从头说起，抽丝剥茧，一起探索这跨越时空的谜团。故事要从400多年前说起。法国的诺查丹马斯 Michel de Nostradamus 是西方历史上最负盛名的预言家之一。他在公元1555年出版的《诸世纪》中，以4行诗的隐晦形式预言未来。后人惊奇地发现，他的许多预言诗对应了后世的大事件，如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崛起、希特勒之战，甚至2次大战的爆发与结局，都似乎被他言中。因此，诺查丹马斯留下的预言一直广受研究与讨论。然而，与中国相关的线索更加神秘，一直到1994年，人们才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的古籍堆中意外发现一部署名诺查丹马斯的手稿，里面不是文字预言，而是80幅奇异的水彩画。据说这是诺查丹马斯晚年绘制的预言画稿，画中布满象征符号，
字母、火烛、星辰，乍看云山雾罩，但其中有几幅画令研究者背脊发凉，因为它们似乎直接对应当代中国的场景。其中一幅画描绘士兵手持利刃砍杀僧侣，士兵身穿绿色军装，而倒下的僧侣象征着信仰和修行者。让人毛骨悚然的是，绿色军装几乎是现代只有中共军队才普遍采用的颜色。这幅图让人联想到中国近代发生的宗教与精神信仰迫害事件，例如对佛教僧侣、西藏高僧，乃至1999年后对法轮功这类气功团体的镇压。诺查丹马斯画笔下的士兵砍僧场景，仿佛在预示中国发生过的那场信仰浩劫，令人不寒而栗。更震撼的是另一幅画，一条东方巨龙，龙身呈绿色，头却是人头，正被熊熊烈火焚烧。在巨龙背后，依稀可见一座东方式建筑物的轮廓，有人辨认出酷似北京天安门城楼的形象。西方文化中的龙往往是西方龙有翅膀、喷火的怪兽，但诺查丹马斯特地画出东方式的长龙，这条龙身披绿色鳞片，令人联想到中共的代表色，头颅似乎象征着某位掌权者，火焰将东方恶龙吞噬殆尽。画面上的隐喻不言自明，天火烧龙，亡者伏诛。换句话说，就是天灭中共。这幅画被解读为预言，在未来某个时刻，统治中国的共产政权将遭天谴灭亡，犹如人头恶龙被烈火烧毁一样。试想一下，这些画作如果真是诺查丹马斯所绘，那意味着在距今400多年前，一位法国先知已经看见了21世纪中国发生的事件，包括共产集权对信仰的镇压，以及最终这条红色恶龙的覆灭。这让西方许多预言研究者惊呼不已，难道中国的命运早就写在历史的笔墨中？更离奇的是，诺查丹马斯在诗集中对东方还有一些文字预言。我们知道他经常以隐喻方式描述人物和国家，例如称拿破仑为来自科西嘉的帝王，称希特勒为西斯特 Hister 等。而在多篇预言诗里，他提到东方出现一位非同寻常的人，其中一首诗写道，一位东方人将离开他的家乡，穿越天空、海洋和冰雪，用他的权杖唤醒世人。另一首提到，东方的贤者将带来全世界的改变。许多解读者认为，诺查丹马斯暗示在历史的今天，也就是21世纪之交，会有一位来自东方的伟大人物出现，给世界带来思想或精神上的觉醒。这让人不禁联想，会是谁呢？是某位东方的精神领袖，亦或引领中国变革的关键人物？诺查丹马斯没有指名道姓，但东方圣人的意象一直引人遐想。除了人物和图像之外，诺查丹马斯对当今时局的预警可能还包括战争。有研究者把他的预言诗与年份对照，发现他在某些诗句中提到了7个月的大战争和7艘船的海战等等。有人将这解读为2026年前后，东亚海域可能爆发一场持续7个月的激烈冲突，甚至涉及多方舰队的海上对峙。巧合的是，如今台海与南海局势紧张，各国军舰在亚洲海域你来我往。如果未来真有7方势力、7艘战船在此交锋，那和诺查丹马斯诗中描述的场景何其相似。另一段广为人知的诗提到东风将席卷西方，许多人认为这预示东方势力可能指亚洲或中国的崛起和对世界的重大影响。当我们把这些线索拼凑起来，一幅图景浮现。早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就有先知预见了一条巨龙，象征中国政权兴起于东方，并最终陨落，还预见东方的力量和人物将深刻改变世界的走向。从诺查丹马斯所处的16世纪跨越到20世纪，在西方出现了另一位被誉为先知的人物，艾德加·凯西 Edgar Cayce。 他被称为沉睡的预言家，因为他常常在自我催眠的沉睡状态下为人解答未来，据称一生留下了1万多条预言记录。凯西的许多预测后来都得到验证，他预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经济大萧条、印度独立、以色列建国，甚至预言了苏联会在几十年后放弃共产主义等等。在众多预言中，关于中国的预言最让后人玩味，因为内容实在令人意想不到。凯西早在1920年代就提到了中国的未来，在1925年1月的一次阅读预言解读中，他主动说出一段让在场者莫名其妙的话，
中国将有非常特殊的日子，它会通过缓慢的成长来保存自己。有一天，它将醒来，剪掉辫子，开始思考并实践。要知道，1925年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中，剪掉辫子象征摆脱清朝传统，走向现代化。凯西仿佛在形容中国正在酝酿一次觉醒，而更惊人的是，他接着预言，有一天，中国那里将成为孕育新基督教的摇篮，并将其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中。是的，对人而言那是遥远的，但对神而言很快很快，中国将醒来。这段话让当时的西方听众大为震撼又困惑，中国成为基督教的摇篮，这怎么可能？因为基督教发源于中东，西方盛行了上千年，与中国传统格格不入。何况在20世纪初，中国的基督徒寥寥可数，整体国力衰弱，凭什么成为世界精神信仰的中心呢？如今回头看，凯西所言或许并非字面意思的基督教传到中国，而是指一种类似基督精神的觉醒和新文明将在中国诞生，影响全世界。一些学者认为，凯西限于当时的语言体系，只能用基督教来比喻未来出现在中国的伟大信仰运动或精神理念。他强调对神而言很快，似乎预示在上帝眼中，不出几天，象征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苏醒。在历史的长河里，几十上百年确实不算长。我们不妨联想到现实，中国确实在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7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崛起，被视为沉睡的狮子苏醒。这是否对应了凯西预言中中国将缓慢成长并保存自己，然后醒来的一段？而在精神文化领域，中国自90年代以来也涌现出许多新的思潮和团体。例如1992年起源于中国的气功修炼法轮功，一度吸引上亿人修习，其核心理念强调真、善、忍的道德提升，这颇有宗教复兴的意味。还有地下家庭教会的兴旺，数千万人信奉基督教，新教徒的人数甚至接近西方大国。可以说，在物质发展的同时，中国社会的精神追求也在暗流涌动。有人把这解读为对凯西预言的印证，中国正在孕育属于自己的灵性觉醒。这种觉醒一旦成熟，将对全人类产生深远影响，犹如当年的基督信仰改变西方一样。除了长远的精神预言，凯西对中国短期的命运也有惊人之语。在1927年的一次预言中，他提到一些非常的事件正发生在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上，一些来自外星的力量正在干预并已得势了。这段话当时的人更加听不懂，外星力量，中国、日本。6年后，历史给出了部分答案。1931年至1937年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和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东亚经历了腥风血雨。如果把外星力量理解为超越寻常人性的邪恶势力，那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确实如同魔鬼附体。而凯西预先感知到东亚浩劫的来临，无疑再度证明了他预言能力的不凡。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预言侵华时用的是非常的事件，外星入侵这种词汇，仿佛暗示这场浩劫不仅仅是人间权力之争，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因果与超自然黑暗。在预言的语境里，中日之战是人类意识与罪业的一场了断，这又让人联想到今天中共政权对内镇压、对外扩张所引发的国际担忧。许多人觉得其中夹杂着一种邪恶意识形态的扩散。难道凯西早早就看见了东方巨龙背后潜藏的阴影？更耐人寻味的是，凯西在二战结束前预言了苏联会摒弃共产主义。他说俄国有一天将摆脱无神论的桎梏，成为希望之地。几十年后，苏联果然解体，俄罗斯放弃了共产集权体制。这预言的实现令世人叹服。那么，人们不禁要问，既然凯西预见了俄国的转变，他有否暗示中国的一党集权也会走向终结？虽然他没有明言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但前面提到他对中国觉醒和精神复兴的描述，可能隐含着同样的逻辑。中国终将甩开禁锢，进入全新的境界，或许包括政治自由、社会开放，从而真正以文明古国的底蕴引领世界。这样的中国一旦出现，必将震动全球，与凯西所说的摇篮预言相呼应。20世纪中后期，预言界另一颗明星是保加利亚的盲人灵媒巴巴万加（巴巴旺嘎），绰号盲眼龙婆。
他因曾成功预言一系列大事而闻名，包括苏联解体、库尔斯克号潜艇沉没、911恐怖攻击等，被称为巴尔干半岛的诺查丹马斯。在他留下的未来预言中，也有多处涉及中国，使得世人不得不注意。首先，巴巴万加早在上世纪就预言中国将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他曾断言，在2018年左右，中国会超越美国成为新的全球领袖，这一点在媒体上广为流传。事实上，到2018年前后，中国虽未全面超越美国，但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2，许多领域如制造业、贸易等方面都达到全球第1的地位。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军事力量也飞速提升，国际影响力日增。可以说，巴巴万加的这条预言在时间节点和大趋势上相当切合。过去几年，世界见证了所谓中国时代的到来，许多人惊叹于中国的飞跃式发展，这仿佛正是他眼中东方巨龙称霸的开始。然而，万加对中国的预言并非只有光鲜的崛起，还有伴随而来的巨大动荡，特别是对未来几年的描述更是令人心惊。他警告说，在2026年，和平将被打破，世界将陷入混乱。根据外界整理他的预言内容，2026年将出现3重灾难夹击，地缘政治冲突、气候危机加剧，人工智慧带来的影响，共同动摇人类社会。而在地缘政治方面，他最骇人听闻的预言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火种将在2026年点燃。万加指出，这场大规模冲突将涉及世界主要强国，战火将从东方开始，然后蔓延到西方各州，引发长期的全球紧张与动荡。听起来，这几乎就是在形容世界大战。那么，东方哪里会点燃战火呢？根据一些转述，万加点名中国，称中国将并吞台湾，导致俄罗斯与美国之间爆发直接对抗。简而言之，中国大陆以武力统一台湾，成为导火索，把美俄2大核武强国都卷入冲突，从而升级为第3次世界大战。这段预言如果对照当今局势，令人不寒而栗。台海冲突确实是现今最有可能引爆大国对抗的火药桶之一。万加在20多年前就预见了这点，难怪随着当前中美关系紧张，台海风云诡谲，他的预言又被翻出来，引发全球媒体讨论。除了战争，巴巴万加还预言2026年将伴随重大天灾和科技引发的挑战。他提到地球可能遭遇连串自然灾害，强震、火山、洪水、海啸此起彼伏，极端气候肆虐，全球约 8% 的地区会受双重灾害打击。同时，他说人工智慧 AI 的崛起将在2026年达到关键点，人类社会可能被 AI 全面渗透，甚至开始质疑如何摆脱智慧机器的控制。在预言中，这一年仿佛是人类面临多重考验的关键转折点。更离奇的是，万加似乎还提到外星人将于2026年现身。他说人类会在那年11月与来自宇宙的智慧生物有首次接触，一艘大型太空船将降临地球。这听起来几乎像科幻情节，但也凸显出他眼中的2026年有多不平凡。天上地下，各种不可思议的事都可能发生。当然，关于外星接触的说法，大多数人持保留态度，但战争和灾难的预警却不能不令人担心。试想，如果2026年真如万加所言，台海爆发战端，美俄卷入对抗世界强权撕裂战火，那将是2战以来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中国作为其中的主角，无疑成了左右全球命运的关键，而中国大事件将震动世界这句话也会以最残酷的方式应验。令人背脊发凉的是，万加曾准确预言2022年的极端气候，当年英国等地爆发大洪水以及其他年份的事件，他的部分预言命中率相当高。如果他对2026年的预见也是真知灼见，那么我们正处在风暴前夜。值得一提的是，万加还曾预言俄罗斯在2026年出现新的强人领袖，并称这位领袖将被冠以大师或世界领袖的头衔，在该年崛起后掌握主导权。这耐人寻味，如果把他和中美冲突联系，是否意味俄罗斯会在某种关键时刻改变立场或出现内部变局？毕竟，目前俄罗斯与中国走近，但未来若领袖更替，也可能影响中俄美之间的角力平衡。万加的这些片段预言仿佛一块块拼图，组合起来就是一幅世界巨变，
东西对峙的图景，而中国是这图景的引爆点之一。以上我们谈到的诺查、丹马斯、凯西、88万加，年代各不相同，但都有意无意地点明了中国。而更有意思的是，当代还有一些西方预言家和灵媒，直接把中国作为预言的主角，仿佛历史在呼应西方先知再次点名中国。现在我们就看看近年来几个引人关注的西方预言如何刻画中国即将发生的大事。首先不得不提的是英国的灵媒克雷格·汉密尔顿·帕克，通常简称为帕克。这位英国预言家因为成功预测了一些重大事件，如英国脱欧公投、美国川普当选而走红。他近年频繁在自己的节目和访谈中谈及中国，甚至可以说帕克的未来图景里，中国是最关键的变数之一。帕克对中国的预言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外的军事冲突，二是对内的政权变革，两者相互交织。帕克在2024年初曾公开表示，他在灵视中看到了台湾附近将有刀光剑影。他具体描述，在台湾周边一些有争议的小岛上可能发生武装冲突，我感觉有人拔出了刀剑，好像中共夺取了你们的一个岛屿。这暗示大陆可能对台湾外围的小岛，例如金门、马祖或南海岛礁，动手发生局部军事冲突。他强调自己不认为中共能征服台湾，但某种军事行动在所难免。帕克推测，这场冲突的导火索很可能是一场意外。他以前曾预言过可能有飞机撞击事件或者潜艇相撞等等。现在看来，台海上空和海域的中美中台军机军舰对峙频繁，一次走火误判就可能酿成严重冲突，这和他的预感不谋而合。我感觉其中一次会出事。当冲突出现时，帕克预见台湾新的领导人将态度强硬，坚定捍卫主权。同时，他看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的介入，日本会在技术和情报上给予台湾大量协助，甚至与台湾共享先进的防空技术。澳洲则可能直接派出军舰进入相关海域支援。这些预测非常具体，也符合目前国际形势的走向。日本近年来积极强化对台合作，澳洲也越来越关注台海安全，并与英美组建 AUKUS 同盟。如果未来某天中国大陆与台湾爆发小规模战事，而日本、澳洲乃至美国卷入其中，那将印证帕克所言，也正是88万加口中的世界主要强国卷入的冲突。所幸帕克认为冲突未必演变成全面征服战争，中共可能只是在周边寻衅，但不管怎样，这足以把全球推到战争边缘。短暂的几周或几个月的军事交锋，都将严重冲击全球市场与安全格局。这难道不正是震动世界的大事件吗？不论胜负如何，光是中国和美日澳在西太平洋直接对抗，就会是二战后前所未见的剧烈变局。帕克对中国的预言更令人瞠目的是内部巨变部分。他直言不讳地多次预测，中国执政的共产政权将走向崩溃。在他的远见中，他看到了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埋下政权不稳的种子。比如，中国近年房地产和债务风险积累，经济增速放缓，可能引发社会不满。一旦物质生活不再增长，人们对统治者的容忍度就会降低。帕克感觉中国的统治基础相当脆弱，政府维持稳定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持续数十年的经济繁荣和民众物质生活改善。如果经济一旦陷入困境，人民对政权的态度可能急转直下。他预言，最终中国会分崩离析，解体成多个较小的国家或自治区。这种说法听起来石破天惊，因为当代中国在地图上是一个幅员辽阔、统一的泱泱大国，怎会突然分裂？但帕克描绘了一种可能的结局。当中央政权崩溃后，广大的中国版图上不同地区可能趁势取得自主。例如，他提到香港将再次获得自由，有望成为独立或高度自治的城市国家；西藏也将解放，脱离北京的控制；新疆、内蒙等少数民族地区或许出现类似情况。最终，中国本土将分裂为数个新兴政权，各自治理，但他们之间可能组成一种类似欧盟的松散联盟，在民主基础上合作共处。帕克甚至引用了孙中山先生早年的一些理念，因为孙中山曾设想过建立中华合众国或邦联制，允许各省自治联邦。这或许就是帕克认为中国未来会走的路，先是统治崩解，
继而在新的民主原则下重组。试想，一个统治中国大陆超过70年的政治体制土崩瓦解，13亿以上人口的国家秩序被改写，这将对世界造成何等冲击？东亚地缘格局将彻底变样，全球经济链条瞬间断裂重组，各大国势力范围被重新划定。冷战结束时，苏联解体都已经造成巨大波澜，而中国的体量比苏联更大，与世界的联系更深。倘若真按帕克预言那样四分五裂，将是近代以来最震撼的地缘政治事件，完全称得上震动世界。帕克并未给出确切的年份，但在不同场合他暗示这个进程已经开始倒计时。他提醒要注意未来几年的经济动荡和权斗，可能在2025年前后出现关键转折。也有解读认为他所说的清算之年是指2026年，届时若中国陷入战事与经济危机的双重压力，政权可能走向冰川式崩塌，即表面僵硬稳固，内里却在断裂消融，终于在某个时刻轰然垮塌。当然，预言毕竟只是预测，但帕克的话已经引起许多关注中国局势人士的讨论，这会不会是一个惊人的先见？除了帕克，还有其他西方的预言先知近年来对中国发出了惊人之语，例如英国的托米·阿拉约米 Tommy Arayomi， 一位自称得到神启示的先知型牧师，他在分享的信息中多次谈到中国，甚至直接以圣经意象来比拟。他曾问道，埃及的十灾是否要降临中国？他指出，在圣经故事中，埃及法老因奴役以色列人而遭上帝降下10场灾难惩罚，而如今中国也出现了一系列离奇的灾异，从史无前例的洪水泛滥、云南的异常虫害，到天空出现奇怪的云与光等等，这些都像极了十灾的现代翻版。鱼群离奇大规模死亡，漫天诡异白色昆虫飞舞，城市上空惊现血红色天空。这些近年中国各地报道出的奇事，被阿拉约米解读为上天在警示与惩戒。他认为中国近年的厄运并非偶然，而是对其统治者的警告，就如同古埃及法老不肯释放奴隶，上帝用灾祸迫使其低头一样。这种将中国近期的天灾异象宗教化的诠释颇具争议，但不得不说，在预言的语境下，他强调的依然是中国式末世剧情的关键。阿拉约米还曾分享他对台湾局势的预感，他说自己在异象中亲眼看到中共对台湾的侵略计划，仿佛影片在眼前播放。他据此发出预言警告，台湾将面临最后的军事冲击。这与帕克、万家等人的预测不谋而合，不同的先知从不同角度都指向台海冲突这个未来可能的巨变点。当多个来自西方的独立预言渠道都不约而同聚焦于中国与台湾，我们不能不感到心惊。也许这真是一个正在酝酿的大劫难。值得注意的是，阿拉约米和其他一些西方宗教预言家经常引用圣经启示录来解析现今局势，其中一个经典意象就是大红龙。启示录第12章描述末世出现一条大红色的龙，肆虐一时，最后被天使击败。许多基督教思想家将这红龙比喻为邪恶政权或撒旦势力的象征，而近代以来，不少人直接把红龙影射到共产主义政权。共产主义常用红色旗帜，尤其中国的执政党徽章中就有一条红龙形象，且中国古文化里皇权也以龙为象征。于是，在某些预言诠释中，启示录的红龙就被看作是红色中国政权的象征，其最终命运是被天降之力所毁灭。这个解读跟前面诺查丹马斯画稿中天火烧东方恶龙的含义何其相似，东西方不约而同画出了恶龙末日的图景，令人不胜唏嘘。此外，启示录第16章还提到末世之战，东方的众王将率领2亿大军横跨干涸的幼发拉底河，参与最后的大决战——哈米吉多顿之战。当这段经文在20世纪被重新审视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古往今来能动员2亿军队的，现实中似乎只有拥有14亿人口的现代中国。尤其在60年代，中国正式建立了人民解放军的庞大武装。在对照圣经里来自东方的2亿军兵，很多圣经学者开始猜想，难道启示录早已预见了东方将有一只空前绝后的雄狮？而那东方众王是不是指中国及其盟友在末日时参与全球战争的角色？如果这种解读成立，那么连2000年前的宗教经典都把中国或东方大国放在了结局时刻的核心位置。
西方的信徒们读到这里，也会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现代的中国，因为他们相信那关乎全人类命运的剧目很可能会以中国势力的动向为引线。纵观上述种种，无论是古老的诺查丹马斯、近代的凯西与万家，还是当代的帕克与其他预言家，他们的视线最终都交汇在一个焦点：中国。几百年前的预言画像描绘了中国的巨变，几十年前的梦话呢喃预告了中国的觉醒，而眼下的种种神秘信息更是直截了当地谈论着中国的战争与变革。这些来自西方的声音，有的警示灾祸，有的展望希望，但都不约而同地在说，中国即将成为决定世界走向的中心。或许有人会质疑预言究竟能信多少，确实，上述内容有的是后人牵强附会之论，有的是捕风捉影的解读。然而也无法否认，这些预言中的许多细节与现实走势之吻合，超出了巧合的范畴，令人生出几分敬畏之心。假如预言真的灵验，那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而中国恰恰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心点。为什么西方先知再次点名中国？也许从现实分析，他们看到的是世界权力东移的趋势。21世纪的国际秩序中，中国举足轻重，因此任何全球性事件都绕不开中国，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有中国参与或引发的事件，往往就具有全球影响力。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成为拯救经济的重要引擎；又比如2019年底爆发的新冠疫情从中国蔓延全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轨迹。当今的中国早已不是古代那样闭塞孤立的存在，而是深深融入全球化的体系里。因此预言家们聚焦中国，也许正是反映了这种国际现实，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带来连锁反应。预言只是换了一种语言，讲出了地缘现实的重要。然而许多先知预言中的中国角色并非只是普通的大国崛起那么简单，他们赋予中国某种宿命般的意义，要么是灾难的引爆点，要么是救赎的希望之源。在他们的叙事里，中国仿佛背负着全球的因果，将在关键时刻拨动历史天平。这种带有命运论色彩的观点，或许来自东西方长期文化积淀的奇妙共振。毕竟，中国本身也有大量古代预言，从推背图、烧饼歌到刘伯温碑文，无不预示着朝代循环与末世浩劫。那些古老汉语写就的预言，几乎都指向一个结局：在经历大动乱、大灾劫后，中国以及世界将迎来新的圣人出世，新的太平盛世。这与西方预言家口中的剧本惊人的相似，只不过西方人用的是他们熟悉的意象，龙、兽、上帝等，中国人用的是自己的符号，天灭、圣人、太平。当两边的预言内容开始印证彼此时，我们仿佛看到了一种穿越文化的神秘力量，它在不同语言的预言中都指明了同一个方向。如今，许多西方预言研究者也开始研读中国的预言典籍，因为他们意识到，要解开未来的谜，也许中国的线索不可或缺。正是这种东西方预言的交汇，使得中国被推到了全球预言中心的位置。换句话说，全世界关注未来的人，如今无不在关注中国，期待从中找出印证预言的蛛丝马迹。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缥缈难测的预言？2026年的大门已经打开，我们正走入那些预言描述的时间点。未来几年，也许正是验证预言真伪的关键期。倘若真的如预言所言，中国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变局，无论是战争、政权更替，还是精神复兴，那我们这一代人将亲历历史巨变，见证预言成真。到那时，回头看这些先知的话语，或许只剩下叹服与钦羡。原来一切早有迹可循。然而，如果这些预言终究只是传说，中国没有迎来剧烈风暴，而是继续在复杂的挑战中前行，那么这些故事也至少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平稳定。预言的价值也正在于此，它让我们保持警醒，去思考如果最坏的结果可能发生，我们该怎么办，以及如果最好愿景能够实现，我们该如何努力。可以确定的是，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一个中国的变数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方程。西方先知们再三提及中国，
也让更多普通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东方大国在全球舞台的角色。我们或许正在走向一个历史关口，在那里中国将扮演决定性的主角。当命运之轮转动时，预言中的场景也许会一一展开。台海局势是否如预警般恶化？北京政坛会否出现意料之外的巨变？14亿人民将经历怎样的考验与蜕变？而这些又将给整个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冲击和反思？让我们带着理性与谦卑，继续观察时局的演变，同时回想这些横跨数世纪的预言之声，也平添一份宏大的视角。我们终将迎来答案揭晓的那一天。也许届时回望，我们会说，原来如此，原来诺查丹马斯的龙真的燃烧了，原来凯西口中的中国觉醒真的到来了，原来万家警告的战火真的燃起又熄灭了，原来帕克看见的自由新生真的破土而出了。又或者我们将庆幸地说，虚惊一场，预言终究只是预言，我们用智慧与努力避开了最坏的命运。在这未定的将来，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你我都是历史剧本的书写者。我们虽渺小，但正如那些先知的启示所暗示的，人类并非全然受命运摆布。预言的意义在于提醒与选择。当全球的目光都聚焦于中国，我们期待见证的不仅是预言的实现，更是人类共同谱写新篇章的契机。无论风暴将至还是云开日出，中国这片土地正承载着前所未有的期许与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历史的下一幕即将展开，而预言的回声也许就在耳畔回响。东方巨龙的命运将牵引世界的未来。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近来热议的预言。这个预言结合了中国、一场瘟疫、撒旦的阴谋以及神秘的光明会，听起来就像一部最疯狂的惊悚电影情节。然而，许多人相信，这可能就是我们当前现实的缩影，也是对未来的警示。这个预言来自美国的一位牧师布兰登·比格斯，他曾因据称准确预见某些重大事件而声名大噪，例如据称提前4个月梦见了川普遭遇刺杀的场景。当2024年7月，川普在宾州拉票时真的遇袭受伤，阴谋论者惊呼布兰登的梦境竟一语成谶。同时人们也注意到1995年的一副桌上卡牌游戏光明会新世界秩序早已预言这一幕。卡牌上有个长相酷似川普的男子，中英文标语写着 Enough is enough， 而川普遇袭时正巧在集会上说出够了就是够了的话。这些巧合让人不寒而栗，也让布兰登·比格斯的后续预言备受关注。当前的时代背景也让这个预言格外引人深思。经历了3年的新冠疫情浩劫，全球局势并未恢复平静，各种乱象此起彼伏，经济动荡、通货膨胀、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落，许多人感到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就在此时，许多自媒体频道开始转述布兰登的意象，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人们惊讶地发现，他过去的预言不仅包括川普遇袭，还曾在2025年前做出过其他惊人的警示。例如，他预告过新一波瘟疫与战争即将降临，全球经济将面临崩盘危机，甚至世界石油财富的版图都会转移。这些言论当时听来危言耸听，但随着疫情余波未了，俄乌战事和台海紧张等接连出现，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布兰登的话。如今，来到2026年初，布兰登再度发布令人震惊的意象预言。他这次的信息矛头直指当前世界种种乱象的背后，有着一场更黑暗、更宏大的阴谋。他谈到了中国，谈到了瘟疫，谈到了邪恶势力如何策划毁灭人类的计划，以及那传说中隐匿在幕后操控一切的光明会。更令人惊异的是，他呼吁人们立即行动，以信仰和祈祷来对抗这场阴影中的战争。接下来，让我们深入预言的细节，抽丝剥茧，看清其中隐藏的真相与警示。布兰登在预言中首先提到的是一场瘟疫，他强调，这并非自然产生的疾病，而是有人刻意研制并准备释放的致命病毒。他甚至恳请所有听到预言的人立刻开始祈祷，求天降神火惩击那些正在策划生化灾难的黑手。在他的意象里，他仿佛看见某个秘密实验室内，科学家在邪恶势力驱使下培养新型病原体。当病毒即将被放出祸害众生的一刻，天火突然从天而降，
将实验室付之一炬。这正是他希望透过集体祈祷而实现的神迹画面。听起来匪夷所思吗？事实上，最近几年的全球经历已经让我们见识到瘟疫的威力。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短短数月内夺走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改变了所有国家的日常生活。虽然科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源自自然，但也有许多声音怀疑它出自实验室事故，甚至有人质疑这是否一场有预谋的生物战。毕竟，武汉病毒研究所就在疫情爆发的中心城市，巧合的令人不安。而更令人惊悚的是，就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底，国际上几个权势组织还举办过一场名为 Event 201的大流行病模拟演习，情境居然与随后发生的现实疫情极为相似。这一切是单纯的巧合，还是早有剧本？许多人开始相信，某些幕后黑手可能早已将瘟疫当作工具，用来打击敌国、控制人口，甚至重塑世界秩序。如果说新冠或许还是一次警告，那么布兰登预言中的下一场瘟疫将可能更加可怕。他暗示邪恶势力积极策划研发更高致死率、更强传染性的病毒，企图在人类尚未从上一波疫情恢复元气时再度痛下杀手。试想，一种结合伊波拉的致命和新冠的传染力的病毒，如果同时在多地爆发，人类社会将陷入何等绝境？城市可能封锁，经济停摆，医疗系统瘫痪，恐慌与混乱将胜过以往任何时刻。对那些阴谋家而言，瘟疫就是最隐蔽又有效的武器，不必发一枪一弹，就能让国家内部自乱阵脚，让民众在恐惧中服从管制。更可怕的是，在数位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集权者可以借由疫情实施更严密的监控，从健康码到行动轨迹追踪，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岂不正是某些势力梦寐以求的局面？布兰登对此发出了疾呼。他认为瘟疫背后绝非偶然，而是出自撒旦的阴谋。换言之，那些研制并散播病毒的人，表面上也许是科学家或军事专家，实际上则是在为更黑暗的主人服务。他们可能受利益驱使，或被权力挟持，但深层的动机来自对人性的蔑视和对邪恶力量的崇奉。历史上不乏疯狂科学家为独裁者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例子。从二战时期日本帝国的731部队在人体上培养病菌武器，到冷战期间某些国家秘密研发炭疽、天花病毒用于战争，都证明了人类自己就有能力酿造毁灭。然而布兰登警告，现在的危机更不同凡响，因为牵涉其中的黑手并非单一国家，而是一个跨国的秘密集团，其背后有着更邪恶的意志。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个引人深思的巧合。早在2010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曾发表一份报告，虚构推演了一个名为锁步 Lockstep 的未来情境，描述一场全球流行病如何让各国加强管控，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几乎没人料到10年后这个情境在现实中部分成真。随后，世界经济论坛在疫情期间提出了所谓大重置 The Great Reset 的计划，倡议利用疫情契机重塑世界经济与社会秩序。阴谋论者认为，精英们正是借由瘟疫制造混乱，从而推行预定好的新秩序。此外，比尔·盖茨等科技富豪在公开场合谈论全球人口问题时，也引发巨大争议。他的一句“如果我们的疫苗做得好，可以让人口减少1%”，被人反复引用，视为精英计划用疫苗削减人口的佐证。尽管他原本的意思并非如此，还有更极端的说法，认为新冠疫苗中被偷偷植入奈米晶片，未来可透过 5G 网络远程操控接种者的思想行为。虽然缺乏科学证据支持，但这些传言的流行本身就说明了大众对幕后黑手的疑惧之深。试想，一场全球大瘟疫过后，如果真的出现某种全球性的电子植入身份验证制度，那和圣经启示录中兽的印记几乎别无二致。从这些迹象看来，瘟疫不只是天灾，更可能是人祸，是一盘精心布局的棋局。提到这跨国秘密集团，就不得不谈谈传说中的光明会。光明会 Illuminati 这个名字常常出现在各种阴谋论话题中。据说它由一小撮掌握巨大权势的精英组成，包括某些政坛巨擘、金融寡头、
顶尖科技巨头，甚至隐秘的皇室血脉。他们在人前或许身居高位，衣冠楚楚，但在幕后可能同属一个黑暗兄弟会，信奉着远离大众视线的议程，目的是建立一个由他们主宰的新世界秩序。这个组织的历史可以上溯至数个世纪前的欧洲。1776年巴伐利亚秘密社团的成立被视为光明会传说的起源。正史虽然对此只字未提，但民间一直盛传他们从未真正解散，而是藏身于现代各权力中心内，继续蛊惑操纵着世界走向。他们被指控渗透各国政府和经济体系，在幕后制定隐秘议程。例如，美国近年热议的深层政府 Deep State 概念，指的就是一群不受选举制约的幕后精英情报首脑、军工集团、大型财团共同操纵国家政策的影子势力，被视为光明会在美国的写照之一。在全球范围内，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比尔德堡会议等精英集会，以及各种私人俱乐部，如美国的骷髅会、波西米亚俱乐部，也常被怀疑是光明会协调计划的场所。一些历史学者指出，许多重大历史转折，如法国大革命、2次世界大战甚至冷战格局的形成，背后都有国际秘密势力推波助澜的痕迹。例如罗斯、柴尔德、洛克菲勒等金融家族在战争中谋取暴利，据说他们与各国政府高层保持着超乎寻常的影响力。这些跨国家族和财团被阴谋论视为光明会的中坚，其终极目标是在经历几场大动乱后建立一个由他们掌控的全球政府。世界各国的符号和建筑中也被发现隐藏着光明会的印记。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美国$1纸币背面的图案，一座未完成的金字塔顶端有一只权势之眼，四周的拉丁标语写着光明照临 Annuit Captis 和新世纪秩序 Novus Ordo Seclorum。许多人相信这正是光明会向全世界昭示其存在的符码。此外，在流行文化领域，不少国际巨星的音乐录影带和演唱会造型中频繁出现遮一只眼、三角形眼睛等图像，甚至会做出象征邪教的666手势。在电影和广告里也常见这些隐秘符号。阴谋论者解读，这是光明会控制娱乐产业，向大众潜移默化灌输信息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他们自鸣得意的炫耀。即便将真相摆在眼前，多数沉睡的人也察觉不了。布兰登的预言明确提及撒旦的阴谋，并将之与这些幕后精英挂钩。所谓撒旦的阴谋，可以理解为人类历史上所有离经叛道、颠覆道德的计划之总和。在宗教视角里，撒旦一直试图挑战神的秩序，引诱人类堕落，而现实中的贪婪权贵正是不自觉地充当了他的马前卒。这些阴影中的策划者为了权力和私欲，不惜践踏人伦，甚至进行献祭与邪恶仪式来换取黑暗力量的庇佑。有传闻指称，在某些上流社会的秘密聚会中，确实存在崇拜撒旦或进行怪异仪式的情节。他们相信这能带来超凡的力量和智慧，听上去仿佛恐怖小说。但想想中世纪巫术信仰曾深入宫廷，再想想20世纪一些极权领袖，如纳粹高层对神秘学和异教仪式的狂热，这种传闻也就不足为奇了。布兰登暗示，当今某些掌权者已经与邪灵交易，用灵魂换取科技与权势。这正是为何近年科技突飞猛进，却伴随着道德沉沦，因为推动科技的人背后站着魔鬼的推手。若说这一切仍嫌过于虚无缥缈，那么让我们看看几件真实发生的怪事。前面提到的新冠疫情，有心人发现早在25年前就被一款卡牌游戏所预言。美国游戏设计师史蒂夫·杰克逊在1995年推出了桌上游戏《光明会：新世界秩序》，其中多张卡牌场景与随后20多年间的真实事件惊人相似。例如，一张名为 Epidemic 疫情的卡牌画面上，人们戴着口罩与手套，旁边有消毒液、疫苗、成堆的尸袋，还印着 Quarantine 隔离等字样。这幅图景与2020年全球各国因新冠病毒实施封城隔离的场景如出一辙，连细节都吻合得令人毛骨悚然。再如另一张 Enough is enough 适可而止卡牌，卡面上一名金发男子怒吼着什么，背后隐约有枪口闪烁。许多人事后认出这男子与川普极为相像，似乎暗示他会遭遇枪击。而巧的是，川普遇袭当日，他在讲台上正好说出够了，适可而止。
此外，卡牌中还包括恐怖袭击、核爆、人口控制、控制天气等等，每一张都对应着后来真实世界的一系列巨变。911事件、2011年日本大地震海啸，某些地区离奇的天灾人祸，如此种种都在让人怀疑，这副卡牌真的只是娱乐，还是幕后策划者洋洋自得的提前剧透？更骇人的是，减少世界人口这一目标在阴谋论圈子里被反复提及。有传言称，光明会认为地球资源有限，理想人口数量应维持在5亿左右。2010年，美国佐治亚州出现过一座名为乔治亚指南石的神秘花岗岩碑，上面刻着用8种语言写成的10条指导原则，其中第1条便是将人类维持在5亿以下，与自然永续共存。这块石碑的出资人至今不明，被认为与某秘密团体有关。诡谲的是，2022年7月，这座巨石碑突然遭人炸毁，随后被当局完全拆除，留下无数揣测。有人认为这是光明会灭迹藏踪的举措，也有人视之为正义力量对邪恶象征的宣战。无论真相如何，5亿人口论所代表的冷酷算计，正印证了阴谋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心态。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他们成功建立起一个世界性集权政府，那会是怎样的光景？宗教预言中，这常被称为兽之国度，其首领就是启示录预言的敌基督 Antichrist。阴谋论者相信，光明会一直在为迎接这位终极独裁者铺路。当民族国家一一陷入混乱并倒下时，他们将拥立出一个表面上是救世主，实则集权的新全球领袖。届时，每个人或许都被要求在身上植入晶片或烙印、受印，才能购物生存。这与启示录的预言惊人的一致。到了那一步，人类将彻底沦为黑暗势力的奴仆，自由意志荡然无存。无论如何，光明会卡牌和诸多迹象所折射出的，正是阴谋论者对光明会的想象。世界走向动荡并非偶然，而是被一只无形之手推动着。正如布兰登所提醒的，我们现在所见的战乱、瘟疫、经济危机，可能都只是那场终极阴谋的一部分。对光明会而言，混乱往往意味着机会。当各国因灾难元气大伤，民众陷于惊恐，他们便可以更容易地集权并推行统一的秩序。试想，如果连续不断的全球性危机让人们对现有政府彻底失望甚至绝望，一个超越国界的救世主势力崛起时，人们会不会抛弃主权观念而转向服从一个世界政府？那或许正是隐秘精英们的最终目标，推倒现有的一切社会结构，然后重建一个由他们掌控的新秩序。在这个过程中，撒旦的影子无处不在，他鼓动着人类最阴暗的一面，助长那些权欲熏心者去充当毁灭旧世界的工具。布兰登预言中反复强调了一个场景，一场由人类骄傲与高科技驱动的新巴别塔事件正在加速上演，而中国正处于这座通天巨塔的中心。在圣经记载中，远古的人类曾企图建造巴别塔直达天堂，结果触怒神明，导致语言被混乱，人类被迫四散。如今，在布兰登的意象里，中共政权所领导的中国仿佛扮演着当年巴别帝国的角色，以无神论和集权为驱动，用科技和野心堆砌起一座试图触碰天际的高塔。具体而言，这新巴别塔指的是什么呢？让我们看看当今中国正在追求的种种极端计划。首先是天气操控。中国政府近年来大力投入气象改造工程，甚至公开宣布要在2025年前实现对半个国土面积大小的区域进行人工降雨。从奥运开幕式前用火箭弹驱散云雨，到在干旱地区大规模实施人工增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在天气战争领域野心最大的国家之一。有阴谋论者怀疑，一些极端气候事件乃至邻国遭遇的离奇灾难，可能就包含着人为干预的痕迹。如果真是如此，那试图扮演风雨之神的行为，不正是对自然法则的挑战吗？试想，一个政权若能呼风唤雨，他对人民的掌控将更趋无所不能。但同时，一旦天气武器被滥用或失控，大自然的反扑也将不堪设想。再看基因改造与超级人种。2018年，一则震惊世界的消息从中国传出，一位科学家声称成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让2名婴儿在胚胎时期就免除了艾滋病易感基因。这对双胞胎成为人类首批基因编辑宝宝。虽然国际舆论谴责此举违反伦理，
但也凸显了中国在前沿生物技术上的大胆尝试。除了这起事件，西方情报界也多次警告，中国可能正尝试将基因改造用于军事目的，例如培育所谓超级战士。想象一下，透过基因筛选和改造，造就一批耐力更强、反应更快，甚至智力超群的士兵，这对任何政权都充满诱惑。尽管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已有此类超人种诞生，但中共对生物科研的投入和对道德规范的漠视，令外界担忧未来某天会出现现实版的优生计划。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布兰登提到的那股基因傲慢，人类企图自行决定自身进化的方向，宛如在扮演创世主的角色。如果说远古巴别塔是用砖石堆砌而成，那现代的巴别塔则是由基因片段和晶片电路构筑。我们是否正看着一场新的禁忌试验正在上演？还有人工智能 AI 的集权应用。中国的监控技术和 AI 发展举世瞩目，从密布城市每个角落的摄像头、人脸识别系统，到大数据驱动的社会信用体系，中共打造出一套前所未有的数位集权模型。更令人背脊发凉的是，他们甚至提出让 AI 来辅助，甚至部分取代人类进行决策。试想未来某天，一个高级人工智能成为智慧领袖，它掌握所有人民的资料，能计算并预判每个人的行为，从而优化社会运转。这表面上听起来效率极高，但实质是将人类自由意志完全交托给冰冷的算法。如果说撒旦的影子藏在细节里，那 AI 集权就是它的另一副面孔，以理性和秩序之名，掏空人性的灵魂。布兰登所警告的 AI 领导，可以理解为人类把上帝的位置让给了人工智慧，这是一种亵渎与危机的结合。除此之外，中国还在地下铸造方舟，许多迹象表明，中共高层一直在秘密建设大量地下设施，从深山核掩体、地下长城，到领导人专用的地下避难所，被形容为给权贵准备的末日方舟。表面上看，这些工事是为了防范战争和灾难，但其规模之大，深度之深，让人怀疑他们是否在为某种预见中的世界末日做准备。这不禁让人想到布兰登预言中的场景，精英们自知玩火终将引爆灾祸，因此提前为自己预备退路，把普罗大众留在地面上承受苦难。如果说挪亚方舟是为了拯救一人，那这些地下方舟恐怕只是让罪魁祸首苟延残喘的避风港罢了。种种迹象串联起来，一幅惊心动魄的画卷浮现在眼前。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正被集权者打造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场，在这里，自然规律被肆意改造，生命奥秘被大胆篡改，人工智慧被赋予至高权力，而统治者则躲在他们挖好的地窖里暗自窃笑。这不就是现代的巴别塔吗？当年的巴别人或许以为攀上高天即可比肩神明，如今的狂人们则妄想用科技和暴力支配整个人类乃至天地万物。然而，玩火者终将自焚。正如布兰登点出的那样，他们在玩火。现在这座塔已经高耸入云，奢望建立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但它的根基是否稳固？大自然与神明真的会坐视不理吗？历史告诉我们，每当统治者自诩为神并践踏人道，往往就是他们覆亡的前夜。中共政权的所作所为早已引来许多人的担忧，不少观察家也早就预言它难以长久。除了政治、经济上的种种危机，中国古老的预言也多次指向这个红色朝代的终结。譬如明朝刘伯温的推背图和清朝袁天罡的烧饼歌，据说都隐含对近现代中国巨变的暗示。有趣的是，中国民间还流传着赤马红羊节的说法，指每逢60年一循环的丙午年与丁未年，俗称红马、红羊年。中国往往会经历动荡巨变，最近的一次丙午年是1966年，那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掀起10年浩劫，而即将到来的2026年正好又是一个丙午年，2027年则是丁未年，这难道真是巧合吗？当前中国内外交困，天灾频仍，经济与民心都陷入低谷，仿佛一个巨人站在风雨飘摇的破塔上。实际上，当前中国正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挑战，房地产泡沫破裂，大型房企接连暴雷，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年轻一代失业率屡创新高，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国际上，因着地缘野心和人权问题，
中国遭遇愈发多的制裁与围堵，供应链也在外移，一连串天灾亦给中国重重一击。近年从河南特大暴雨到长江流域大干旱，再到各地反常的极端气候，无不加剧民生困苦。就在2022年底，民众甚至因不堪极端防疫风控而自发举起白纸上街抗议，表达对专制的不满，史称白纸运动。这一切迹象都表明，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厦正出现裂痕，或许用不着超自然干预，这座中国巴别塔也会在自身腐朽与人民的反抗下坍塌瓦解。布兰登的预言给出了画面，他看见那铁幕倒下了，曾经封闭严密的集权体制如同被撕裂的帐篷，里头肮脏丑陋的一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当铁幕崩塌之时，一道曙光将照射进去，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才有重生的机会。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真能看到这历史性的一幕，中国人民挣脱了无形的锁链，迎来信仰自由的新时代。当然，黑暗势力不会轻易善罢甘休，一个政权倒下，阴谋家们或许会转移他处继续兴风作浪，但至少巴别塔倒塌的震撼将唤醒更多沉睡中的心灵。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光已经在闪耀。据传，布兰登还谈到，在台湾的天空将升起荣耀的旭日，一场伟大的复兴正在那里酝酿，神的恩典将复辟自由之岛，使之成为东方的新灯塔。当黑暗笼罩神州之时，另一束光却在海峡彼岸熊熊燃起，给人类留下希望的方向。从布兰登·比格斯3月9日的这场预言旅程中，我们看到了瘟疫的阴影、全球阴谋的黑手，以及人类傲慢筑起的现代巴别塔。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场末世巨变的前夜，邪恶势力在暗处布局，试图透过病毒、战争和科技牢笼来实现他们的野心。而另一方面，正义与觉醒的力量也在酝酿，准备刺破漫漫长夜的帷幕。这正是一场光明与黑暗的殊死较量，而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这历史洪流之中，无法置身事外。也许有人会对这些预言和阴谋论将信将疑，毕竟现代社会习惯用科学和理性去解释一切，神秘主义和预言听起来过于离奇。但回顾历史，每当巨变发生前夕，总有先知或智者发出警告，只是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当洪水尚未来临时，挪亚的方舟看似荒唐；当疫情未爆发时，少有人在意桌游卡牌上的离奇图画。然而一旦预言成真，再去懊悔，为时晚矣。因此，我们不妨怀着开放的心态审视这些预警，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真相大白之前，保持警惕总比麻木大意要好。事实上，2000年前写就的《圣经启示录》中，早已描绘出与布兰登预言惊人相似的末世场景。那里提到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的四骑士将横扫世界，有一个受制政权会统治万国万民，强迫所有人烙上他的印记，还有烈火从天而降，惩治作恶之城，最终光明的新耶路撒冷降临人间。无论是否信教，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的动荡变局与这些古老预言存在着某种呼应。也许人类正走在一条被预示的道路上，而我们正在亲眼见证预言正一一成真。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布兰登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就是祈祷与良知。他呼吁人们以祈祷寻求上天的介入，正如他自己梦境中所示，恳求神以公义之火来制止邪恶的阴谋。同时，我们也要守护内心的良知与道德底线，不被恐惧和谎言所征服。当足够多的人选择了真相而非谎言，勇气而非惧怕，黑暗的势力就难以得逞。毕竟阴谋再精巧，也敌不过亿万觉醒的心灵。一支蜡烛虽弱，小小光亮即可驱散一世黑暗。万千凡人心中的正气凝聚起来，足以撼动庞然巨塔。或许未来几年内，我们就将见证预言中的种种场景。也许真有新的瘟疫突然降临，也许某个不可一世的政权轰然倒塌，也许那所谓的新世界秩序阴谋浮出水面。到那时，我们回想起今日所听，便会明白这一切并非毫无征兆。当危难降临时，希望大家记得布兰登预言中的这句话：不要害怕，也不要绝望。黑暗看似强大，但光明终将胜利。这光明也许来自神的垂怜，也许来自人们内心善念的火花。无论如何，
它将是引领我们度过劫难的灯塔。最后，无论您相信预言与否，这个故事本身已经发人深省。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危机中往往蕴藏转机。正如古老的中国谚语所说，亡羊补牢，犹未晚也。现在醒悟并采取行动，仍然为时不晚。让我们提高警觉，关注世界的变局，同时也守住自己内心的善与信念。也许正是每一个平凡人的善良选择，最终改写了那些看似不可改变的命运。当末日的乌云散去，我们期待看到晨曦破晓，照亮新生的希望。那一天，人类将走出阴谋与灾难的阴影，在真相与自由的曙光下展开新的篇章。